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我现在人就在鸟取沙丘。那鸟取其实是位在于日本的山阴地区，包括鸟取跟岛根这两个县。那我一直对这个地区呢抱有的憧憬幻想，因为这个地区呢其实是日本神话色彩非常浓厚的地方，有非常多的景点都跟日本神话有一些渊源在。这一集就是要从鸟取沙丘出发，来为大家推荐山阴地区有哪一些推荐的景点。我现在来到白兔神社，这个樱番白兔呢，在日本神话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存在，因为出云大社的主祭神大国主神呢，他跟这一只樱番白兔有蛮深的渊源。樱番国传说有一位叫八上姬八上比麦的公主，她非常的漂亮，大国主神的哥哥们本来要去见这一位女神，但是在路上就遇到了这一只樱番白兔。那白兔它其实是受着伤，刚被欺骗被剥皮，是非常的痛苦的。结果呢，大国主神的哥哥们就骗这一只白兔说，你就去洗海水啊，你洗一洗之后就会好了。结果白兔就真的照做，然后身上的伤口就变得更痛了。后来比较晚来的大国主神他就教白兔说，你去旁边的池子洗了身体之后，再敷上一些菖蒲在身上就会痊愈哦。白兔真的照做之后，他的身体也真的康复了。后来为了报答大国主神的恩情，他就牵起了八上比麦跟大国主神的姻缘。先不论这一段故事，后来其实八上比麦不是正妻。总之，樱番白兔对两位来说牵起两位姻缘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才有了这个白兔神社。那这个白兔神社它其实祈求的不只是姻缘，还有祈求身体健康。那我刚刚也去买了这个结缘石，这个结缘石呢，据说如果把它往鸟居扔，如果能够成功停在鸟居上的话，就代表你的姻缘可能会顺利哦。可是因为真的太难了，后来变成大家把这个石头放在白兔像的旁边，算是一个祈祷吧。当然如果你不丢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带回家收藏。嘿，失败了。我那个刚刚跟其他朋友一起丢，结果把这个结缘石丢成两半了。朋友是夫妻，他说会不会离婚？不会啦，这个缘分你看缘还正好的，只有旁边的石头断掉，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啦，我们把这个石头呢，请白兔帮我们修复一下，就靠你了。来，让他们夫妻平安没事好吗？来，靠你了，可以的，就靠你啦。日本有一种品种叫20世纪梨，它是日本当中算是前几名被广为人知的梨子的品种。那它最大的产地其实就是在鸟取，所以在鸟取的昌吉这边就设置了一个20世纪梨的纪念馆。我现在就在这个纪念馆里面，我觉得这个纪念馆蛮丰富的，除了里面有展示20世纪梨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外，像是怎么收获，还有它是怎么成长培育过程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梨子品种。再来呢，我觉得它丰富的点还不止这样，因为它现场还有提供3种梨子的试吃，而且是免费的哦。你只要买了入场券之后，它就会给你一张兑换券，那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兑换券来旁边的餐厅来换3种梨子的品种试吃，而且每一天提供的种类都不太一样。除此之外，它还有附设餐厅，那它这个餐厅里面呢，你可以吃到非常多跟梨子相关的甜点，像是可能冰淇淋啊，或者是圣代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离开之后，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梨子相关
关伴手礼可以让你买。我觉得这边是，如果你是遇到了雨天，或者是你带小孩来，或者是你有刚好来昌吉附近的话，我觉得蛮推荐这个景点的，有点寓教于乐嘛。我自己个人蛮喜欢这边的。日本最有名的山就是富士山嘛，然后日本人真的是太爱富士山了，所以日本其实很多的山都会被冠上富士2个字的爱称，像是北海道有羊蹄山，它就被称作是虾夷富士。山阴还有一座非常具代表性的山，就是大山，它呢就被叫做是伯奇富士。我自己个人已经不止一次来大山了，那像是它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做大山的牧场之礼，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它的代表角色，是一只很可爱的乳牛，而且你只要来鸟取，你一定可以很常看见这个代表角色。它有出很多牛乳相关的商品，也都会印上这一只很可爱的乳牛的角色。之前来的时候也买了非常多的周边商品，伴手礼你也一定能够看到它的踪影。再来大山还有一个天空缆车，坐它可以到标高900公尺的高处，从这个展望台望下去的景色真的是超级震撼，从那边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日本海。我们刚好这一次来是11月中旬左右，整座山都一点一点染上了红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推荐大家。天哪，从下面上来的时候还不会那么害怕，因为缆车就是朝上的，可是下去的时候下面完全没有防护网，然后你的椅子旁边就真的是只有扶手而已，真的有点害怕。惧高症的人真的可能不要坐比较好，可是回去的景色真的超级好的。你看两侧都有芒草，然后远处就有漫山遍野的红叶跟绿叶，这个红绿相间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好满足哦。你好。大家如果来大山玩的话，我推荐你一个周边的小众景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织田正直美术馆。织田正直这一位摄影师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可是他其实在日本或者在世界当中都是蛮有名气的摄影师。那因为他出生地就是在鸟取，所以在鸟取的大山附近这边就盖了一个他的美术馆，常年都会展示他的摄影作品，也有展示过他曾经使用过的相机。再来还有一件事你可能知道，福山雅治他非常喜欢拍照，然后他就是师从这一位织田正直，他们两个是师徒关系，关系好到曾经福山雅治也有把他的摄影作品在这个美术馆期间限定的展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时间允许，然后你也蛮喜欢照片或者是建筑的话，都蛮推荐你可以顺道来这个美术馆逛一下。
说到鸟取的美食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鸟取的和牛啦，还有鸟取的螃蟹也非常的有名，特别是到了11月中旬之后，松叶蟹就解禁了，来这边也可以吃到贵的好吃的松叶蟹。不过呢，我想要特别推荐大家一项叫青鱼涮涮锅，日文叫做沙巴虾布。它特别在于，通常青鱼它是不能够生吃的，因为青鱼它本身有寄生虫在，所以通常日本人的吃法就是一定要把它煮熟、烤熟之后才敢吃它。所以你可能来日本的时候会很常见到像是什么烤青鱼啦，这种料理方式是比较常见的。可是你如果来鸟取的话，他们标榜的就是这里的青鱼呢，你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生鱼片的吃法来吃的。因为鸟取这边的青鱼的养殖方式，它是让它从小就在很干净的环境下让它养殖长大，所以它接触的水源呢也都是非常干净的。那这样养殖长大之后呢，青鱼呢肉质也不会有寄生虫在，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生鱼片来吃。而且我刚刚吃了一片，我真的觉得完全不会有那种青鱼特有的腥臭味在，它是有一点点青鱼的味道，专属的味道没错，可是吃起来其实是整体跟一般的生鱼片很像。再来呢，最推荐的新吃法就是把它涮个几秒之后再入口吃，哇，那个肉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刚刚吃了之后真的是太惊艳了，而且鸟取目前有好几间有提供青鱼涮涮锅的店家，那他们最特别的是他们的锅的汤底其实都不太一样。像我这一次来是在地人介绍的一间叫公牛的店家，它提供的汤底呢也非常的特别，也是我在东京或其他地方完全没有见过的汤底。它里面加的像是豆芽菜，还有洋葱，然后还有油豆腐，就非常的特别。你只要把生青鱼涮了几秒吃，你完全不用加任何调味料，酱油什么都不用，直接吃，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边诚挚的推荐大家来鸟取，一定要挑一碗试试看这个青鱼涮涮锅，赞到不行。那日本人来鸟取玩的时候，也会挑当地的温泉旅馆入住，因为像是鸟取在地也是有几个温泉还小有名气，比较有名的3个就是三沼温泉、接生温泉跟滨村温泉。这当中我个人又私心推荐接生温泉，因为我觉得它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它其实是位在米子的海岸线边，它就是紧邻着日本海，所以其实接生温泉蛮多的温泉旅馆都会主打你从房间就可以看到日本海。那我这次选的是当地一间叫接生游月的温泉旅馆，它虽然说是温泉旅馆，可是它的房间改造的蛮现代化的，一边是榻榻米的空间，另外一边呢就是我背后这样洋式的客房，所以它就算是和洋式结合的比较现代化的温泉旅馆。它应该是接生温泉数1数2评价高的温泉旅馆，你一查就马上可以查到这一间。会选择这一间是因为它的每一间房间都标榜可以看到日本海，而且房间里面就有自己的露天温泉可以泡，然后从旅馆走几步真的是1分钟马上抵达海岸线。再来就是它冬天的时候，鸟取的松叶蟹非常的有名，每年11月上旬蛮多的温泉旅馆就会陆续供应松叶蟹。我今天真的是差1-2天借在松叶蟹开卖的前几天入住，所以这一次就没有办法品尝到。这间旅馆还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无边际的天空露天温泉可以泡澡的时候可以享受到那个海天一线的美景。夏天的时候这边就会变成海水浴场，推荐给大家。
大家早安，我现在人在鸟取车站，前半段玩完鸟取之后，接下来要坐车移动到岛根去。那我的影片怎么会少了观光列车呢？没错，这一次就是要乘坐山阴地区一台叫做天地Amaze的观光列车移动到岛根去。相信这一台车还没有很多台湾人知道，可是它其实停靠的都是山阴地区的大站。大家如果是来山阴地区旅游的话，真的可以把它规划进你的旅程当中。这一辆列车叫Amaze，它的名字的命名由来就是取自于日本神话古事记当中的开头句“天地出发之时”。那从它的 logo 啦，以及你上车之后它的外观还有内装，里里外外你都可以发现很多有融入了一些日本神话的小元素在里面。那内装也是运用了非常多的山阴地区的工艺品，像是有鸟取的织物啦、陶瓷、陶艺啦，或者是志头山鸟取的山木啦，这些细节大家都可以细细去品尝。尤其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它的 logo， 非常的有日本神话感。它的车身是使用干碧色，像我身上衣服也一样的颜色，它其实就是象征了山阴地区的大海跟天空，太美了。那坐观光列车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买他们的周边商品。我现在在2号车厢的物贩柜台，来看看它有什么周边商品。它这边有吃的，也有很多文具类的用品。天地车头造型的资料夹，我想要买这个很好看，透明的感觉，然后有天地造型在，这个超特别的，怎么办？每一个都很想买。这个的话是天地观光列车的造型磁铁，它有4种款式，天地造型的铜锣烧。这一台观光列车有一个特点是跟其他的观光列车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运行在神话非常有名的鸟取跟岛根之间的观光列车，它车上居然还有设置了可以让你抽御神签，搭过那么多从来没有看过的活动来，我刚刚已经抽了1枚，我听说它这个签里面有5位神明，就是它是随机在里面的，好紧张哦。我抽到了大国主神，大家知道这个大国主神吗？出云大社主要祭祀的神明就是这一位大国主神，好幸运哦！因为我们接下来搭到岛根之后，就是要前往出云大社，我刚好可以拿着这个签前往那个神社参拜，这一切真的都是命运缘分，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这一台车你订票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包含任何餐点的，所以如果你要吃东西的话，就是可能自己买上车吃，或者是你也可以预约他们的便当跟甜点。那像是我这一次呢，就预约了一个正餐的便当，还有一个甜点套组。那我觉得这2个不管哪一个都非常的推荐，因为它们都是使用鸟取或是岛根在地的食材去制作的。我也买了一个天地原创设计的这个日本酒，甚至还附了一个超可爱的小酒杯。如果你是不吃正餐，你是想要吃甜点的话，它有一个天地的甜点套组，那它这个套组里面就有4种小甜点，我觉得很超值但是它里面有可丽露，还有布丁，这个布丁的尺寸也很大哦。它还有一个面包，它从原料
就都是用鸟取当地的材料。如果你是订甜点套组的话，它还会附上一杯咖啡。那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想要订餐的话，必须要先订到天地的座位，再来你再透过一个叫 Tabiwa 的网站订餐，而且你必须最晚要在搭乘日的4天之前完成订餐的手续。如果你要订这一台天地观光列车的车票的话，你可以上 JRC 日本专属的网站叫15489来订，或者是呢，你可以到日本全国主要大站的 JR 的绿色窗口去订，又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旅行社去订他们的方案。这3种方法提供给大家。我们现在停靠在游良车站，游良车站又叫做是柯南车站，因为如果你想要来鸟取进行柯南圣地巡礼的话，游良车站绝对是你的起点。光是这个游良车站，它周边的景点就有非常多可以拍的了。听说2027年这里又有新的柯南景点要诞生了，它就是将原本的青山刚昌馆把它扩建成3倍以上的大，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到时候应该会来帮大家开箱。在米子车站巧遇柯南列车，天哪，我还没坐过，下次一定要来做个柯南特辑，好好介绍我最爱的平次。列车要走了，拜拜，下次见，拜拜。刚刚在出云大社抽了这个御神签。出云大社的御神签跟别的神社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签诗呢没有所谓的好或坏。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标上大吉、中吉、吉或者是凶。可是呢，当然你是可以从它的给你的建言当中判断出哦，好像比较好或比较不好。但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刚刚就是来问我的姻缘，我抽到呢，他说愿望会实现。结婚也是好的，不管怎样都是好的，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签。哦，现场有卖这种卡片形状的御守，还有非姻缘或是身体健康的，或者是除厄运的。然后我挑了，当然就是姻缘的啦。希望我的姻缘可以早点来。正面是这样，就是出云大社的，这个放在钱包里面。天哪！所以实际来到这边真的超级开心的，因为我其实从以前就是对日本神话有一点点憧憬，看了非常多的相关的书籍，就很憧憬有一天可以来到岛根这边实际参拜。刚刚在天地观光列车上我抽到的其实就是出云大社的主祭神，就是大国主神，我就觉得这是什么缘分啊。然后这边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传统习俗，据说每年到了日本的农历10月，也就是国历差不多11月的时候，日本全国的神明他们称作为800万众神，并不是真的有800万个神明，而是指一个诸神的概念。那这些神明呢，通通会跑来出云这边开会。我刚刚还看到了他们来开会的时候会住的那个地方。那只有在这个月份，出云会把它叫做神在月，而出云其他的地方都会把农历10月叫做神无月，是不是非常的美？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传统习俗。那大家来出云大社参拜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呢，通常神社在参拜的时候，你在丢钱之后是2敬礼跟2拍手，在最后1敬礼嘛。可是只有出云大社这边是2敬礼、4拍手跟1敬礼。是不是很酷？大家要记得，也别忘了去抽他的御神签。那在日本神话当中，据说大国主神救了要前往英藩国的白兔，对他有恩，所以呢，在境内也可以看到非常多兔子的雕像，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因为每只都长得不一样，然后表情都超级可爱的。我
我现在来到一个岛根小有人气的神社，叫做八重垣神社。这个神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据传我背后这个镜池呢，从很久以前日本神话时代就已经有存在的池，大家会来这个镜池来看你的姻缘什么时候来。那它的做法就是，首先你要去神社买一个占卜用纸，而且那个占卜用纸呢，每一张都不一样，只是说一开始你在进水之前，它就是一张白纸，你祈祷之后买了一张纸之后，就过来这边的镜池。好玩的来了，步骤就是你先把那一张纸浮在水面之后，再拿出100日币或者是10元日币的硬币放在你的纸上面。再来重点来了，你要看你的那一张纸沉的速度是快是慢，还有它的距离是远或近。如果你沉的速度是在15分钟以内的话，就代表你的姻缘很快就来了。那如果是30分钟以上才慢慢的沉下去的话，那就代表你的姻缘可能会慢一点来，距离也很重要。如果那一张纸是慢慢飘到远方的话，代表跟你有缘分的人可能是距离你比较远的地方。可是如果他是在你很近的地方沉下去的话，那就代表这个人可能离你很近哦。那跟大家发表的结果，我刚刚放下去了之后，不到2分钟他就沉了，而且就在我的正前方，他完全没有飘很远，他就直接这样很顺的下去了。可能我下礼拜就脱单了也说不定。来，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交男朋友时刻。很有趣的是，我的那一张占卜用纸上面写着要我休息一下。OK， 我就是不用工作了，休息就可以交男朋友意思，我懂了。这个神社呢，以前也是治愈的场所。刚刚来的时候，非常多组客人都在买这个许愿石。这个许愿石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它还有固定的步骤。首先，你要先买这个卡那伊石，而且这个石头的每一颗都长得不一样，颜色、形状也都不一样。那你买了这个卡那伊石之后，就上来本店这边先洗手参拜之后，你拿了这个卡那伊石去另外一个许愿石的地方，用水淋它净化汤之后，再把这个石头敲击那个大颗的许愿石。敲击的时候，同时你心里要想着你想要许愿的内容。那许愿完成之后，再去旁边的桌子，把它里面有附给你一张纸，你把你的愿望再写在上面。它总共有2枚，你就把其中1枚撕起来之后，放到本店里面，旁边有一个小箱子，投进去。那剩下的另外一张复写纸呢，把它放在他给你的这个纸里面，把它做成有点像是欧玛莫利的感觉，然后随身携带，这样你的愿望听说就会成真了。那我的话呢，毕竟我是一个单身10年的单身居士，听说这边结缘 MSB 就是很强，所以呢，刚刚已经完成了我的许愿的步骤，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会不会实现。大家如果来岛根玩的话，其实在查景点的时候，其中一个推荐的绝对就是肉稻湖，因为肉稻湖它本身面积是日本第7大的湖，而且它的夕阳非常的有名。然后我想要推荐一间餐厅呢，就是在肉稻湖的旁边，它其实本身也大有来头。岛根在地有一间叫街美馆的旅馆，是从明治时代就有的旅馆，本身其实也有经营餐厅，而且它的餐厅呢有一个名物鲷鱼饭很有名，他们的鲷鱼饭呢有自己的特别的做法吃法在。这个是鲷鱼，它做的这个很特别的形状，这个呢是蛋黄，然后这个是蛋白。那它的这个鲷鱼饭的吃法呢，从以前就流传到现在，有名到它已经开了第3间的餐厅，也就是我现在所在这个餐厅。而且我会特别推荐它的是因为刚刚说的，它就盖在肉稻湖的旁边，所以你可以一边享用你的美食，一边欣赏肉稻湖的景色。再来，除了点这个鲷鱼饭以外，还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你可以点它的日文叫做喜吉米，它的咸汤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因为肉稻湖所产的咸是日本第1大产量的，据说是占了全日本的咸的产量收获量的40%，所以大家如果来岛根玩，你有看到咸汤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点。
说在美国有一个日本庭园的杂志，每一年都会从日本全国的庭园当中评选出排行榜，然后这个竹里美术馆呢，已经连续22年都被这个美国的日本庭院杂志票选为第1名。那我刚刚已经把庭院里的8大看点全部都逛过一圈了，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它最大的概念其实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庭院而已，它是把庭园当作是一幅一幅的画作去对待，所以你所看到的庭园的每一个修剪的细节，它其实都顾得很好，每一天都会有职人定期的去修剪它，春夏秋冬都会呈现不一样的样貌。然后我觉得最震惊的其实是，像是它为了造景，它远方还设置了人工瀑布，远方的山也是会随着春夏秋冬去变更它不一样的样貌。那我们今天来真的是最好的时间，因为像现在11月快中旬，差不多是岛根要红叶的季节了，绿叶当中都已经烧上了一些红意了，非常的漂亮。我觉得接下来11月中旬之后一定会更漂亮，而且呢，听说这边冬天的时候甚至还会下雪。天啊，应该很少看到庭园会有白雪的景致，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这边。我昨天晚上是直接住在出云市一晚。其实当初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在岛根住宿这一题，我真的是毫无悬念的直接选了我背后的这一间 The Cliff 饭店。它呢，其实在2024年就得到了米其林星耀的奖赏。它最特别的就是它是盖在海岸断层，它整个饭店就只有8间房间，每一间房间都有海景露台跟按摩浴缸。而且最大的卖点就是每一间房都可以看到日落。我昨天实际住了一晚之后，真的觉得体验真的是太棒了。不仅景色美以外，本身内装设计上就也非常的有品味，然后融入了非常多的自然元素。然后再来在晚餐跟早餐的部分也是无可挑剔，它的晚餐是法式料理风格的。早餐的话就是偏和式料理，不管哪一个都让你吃得超级饱，而且每一道料理都是非常的精致，你可以看得出它是有在用心在餐点上面的，很认真的融入了山阴甚至是岛根在地产的食材，调味料也都不马虎。你会觉得说加上它的景色，加上它的整体设计，在它的餐点还有它的服务品质上，我觉得这个价格虽然偏贵，可是也不会贵到说超级奢华饭店那种等级。如果你2个人入住是这个价钱的话，再加上这些服务，我觉得完全值得。忘了提一点，就是它还有提供预约制的桑拿，你可以自己选精油进去，还可以出来享受外气浴，全部都是面对海景。你可以边看着漂亮的海景，享受专属于你的隐私性、隐秘性的一个住宿体验。如果说今天要做一个日本推荐旅宿排行的话，我觉得这一间绝对可以排进去，它就是这么推荐。我现在已经回来柯南机场了，等一下就要准备搭飞机回去东京。虽然说台湾没有直飞柯南机场的航班，可是有直飞鸟取的另外一个米子机场，所以大家现在来山阴地区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其实岛根我是第一次来，这一次我也主要是跑岛根的东部地区而已。鸟取的话，这次已经是来了第3次了，但即使是来了第3次了，我也还是有很多景点都还没有办法来得及在这一支影片介绍给大家，所以我先立个 flag 在这边。
未来我一定会再回来山阴地区拍影片给大家看，包括了柯南特辑，也想要拍一支影片。好，以上就是山阴自由行影片全部的内容了。那这次我还有帮鸟取跟岛跟拍摄官方宣传影片，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OK， 希望这一支影片可以成为你规划行程时的灵感。那我们就下一趟旅程见啦，拜拜！跟柯南说再见。